今天我们来聊聊50岁以后的减肥秘诀。许多人步入中年后都有一种无奈的感觉，以前随便吃都没事，现在却仿佛喝凉水都会长肉。明明已经拼命运动，努力节食，体重却纹丝不动，甚至还节节攀升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难道过了50岁，减肥就注定变得不可能完成吗？还是说，有没有一种方法，不用剧烈运动，不用挨饿，只要在吃饭前做一件小事，就能轻松甩掉数十公斤的肥肉，而且比打10下流行的瘦针还有效，减下来的体重不会复胖，连带着3高指数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都全面下降。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但科学与经验告诉我们，这个方法不仅存在，而且非常简单。首先，我们得面对一个残酷的真相，过了中年，我们的身体代谢确实和年轻时不一样了。20多岁时，新陈代谢如烈火燎原，肌肉含量高，身体对热量的消耗速度快。但到了50岁，情况往往逆转，我们的肌肉量逐年下降，取而代之的是容易堆积的脂肪。研究发现，静息代谢率，也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时，身体燃烧卡路里的能力，大约每10年会降低 1% 到 2%，看起来好像不多，但累积起来影响显著。假设30岁时每天可燃烧2000大卡，到50岁可能只剩下1800大卡左右。如果我们的饮食习惯还和年轻时一样，这每天多出来的200大卡就会悄悄地转化成脂肪堆积起来。1年下来，多出的热量足够增加好几公斤体重。更糟的是，荷尔蒙的变化也在作祟。50岁前后，女性经历更年期，雌激素骤减，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腹部。男性睾固酮逐年下降，肌肉不易维持，基础代谢也随之减慢。此外，中年人普遍压力大，睡眠不足，这些因素都会扰乱食欲和代谢的平衡。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节约，且总是担心下一餐吃不饱似的，努力把摄入的每一点热量都存起来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口渴感敏锐度也降低了。许多中年人常常一忙就是一整天，等意识到口渴才想起喝水，但那时身体可能早已处于轻度缺水状态。长期缺水会让血液粘稠，代谢废物滞留，整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大打折扣，燃烧热量的效率当然也受影响。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人口中那句无奈的玩笑，现在真的是连喝水都会胖啊。喝水也会胖吗？从科学角度来看，白开水本身是没有热量的，喝再多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脂肪。但为什么那么多人有喝水长肉的感觉呢？原因其实有2个。一是随着年纪增长，一些人的身体开始出现水分代谢问题，例如肾脏功能变弱或心脏衰退，容易导致水肿。身体排不出多余水分，四肢、腹部浮肿，看起来体重上升，其实那不是脂肪，而是水在作怪。二是喝水的方式不对，不少人所谓的水，其实是含糖饮料、甜汤或酒精饮品，这些东西热量惊人，你以为只是喝了水，却不知不觉摄入大量隐形热量，当然会发胖。所以我们说喝水都胖其实是一种误解，真正让人发胖的从来不是白开水，而是随着年龄改变的身体代谢，以及我们日常饮食中看不见的热量陷阱。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再回头看开头提出的疑问，难道50岁之后就没有办法轻松减肥了吗？过去流行的做法是管住嘴，迈开腿，也就是节食加运动。然而，中年人的减肥路上往往充满挫折。节食吧，肚子饿得头昏眼花，工作生活都受影响。更糟的是，长期挨饿会让身体启动应急模式，以为遭遇饥荒，反而更努力囤积脂肪，结果就是越饿越难受。人体还会通过荷尔蒙调节来救命，饥饿时会降低瘦素，抑制食欲的荷尔蒙分泌升高胃饥饿素等刺激食欲的荷尔蒙，让你更想吃东西，同时减慢代谢率，保存能量。很多人反复节食，减肥却又复胖，结果发现每次再减都比上次更难受，就是因为多次的饥饿状态让身体变得越来越擅长囤积脂肪。至于运动，适当的锻炼当然对健康有益，可50多岁的人膝盖腰椎多少有些劳损，让一个体重超重的中年人去跑步跳操，容易受伤不说，
很多人咬牙坚持1-2个月，也难见明显成效，最终心灰意冷放弃了。那么有没有一种既不用挨饿，也不需剧烈运动的方法，可以帮助中年人成功减肥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有，那就是在吃饭前先做一件事，喝水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喝水减肥，可不是要你不吃饭，光喝水，康琪那种极端做法，既危险又无效。我们强调的是，在正常进餐之前，先用喝水这招来增加饱足感，调节身体状态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？喝水这么普通的事，真的能成为减重的关键秘方吗？别忘了，民间早有饭前喝汤胜过良药方的谚语。在传统观念里，饭前先喝点汤水可以润胃，增加饱足感，让人少吃点正餐，既养生又有助于控制体重。古人或许没弄清楚科学原理，但经验智慧已隐隐指向这个方向。而现代科学更进一步，用实验数据揭示了饭前喝水的惊人效果，甚至在增重达人的世界里也能找到这条原理的印证。例如，职业相扑选手为了快速增加体重，有一条饮食秘诀，就是吃饭时不大量喝水，以免水占据胃部空间，影响进食量。简单说，就是不让自己太快有饱足感，才能在一餐中摄入更多热量。既然不喝水能帮助长胖，那反过来想，要减肥是不是正该多喝水呢？这其实非常符合生理逻辑。早在2010年前后，就有科学家开始研究餐前饮水对体重的影响。一项由英国伯明翰大学进行的研究引起了关注。研究者招募了一群超重的成年人，让其中一半在每次正餐前30分钟喝下约500毫升的水，大概相当于2大杯，而另一半则不做额外的餐前饮水。12周，约3个月之后，结果出乎意料，餐前喝水的那一组平均比对照组多减掉了大约2公斤的体重。别小看这2公斤，这可是仅仅通过多喝水而额外减掉的脂肪，并不是辛苦跑步跑出来的汗水。如果按照这个速度，1年下来，光靠餐前喝水就能多减掉将近8公斤，2-3年累积下来就是20-30公斤的差距。在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另一项试验中，针对55岁以上的中高龄者发现，饭前规律饮水的受试者减重效果比对照组高出了约 44%， 而在其他研究中，这个差距甚至可以达到2倍以上。换句话说，有饭前喝水习惯的人，减重的成果往往比不喝水的人高出40%到1倍之多。假如别人靠节食运动减掉了10公斤，那坚持餐饭前喝水的人可能能减掉14到20公斤。同样的努力下，多喝水的那一方胜出一大截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区区一杯水有这么神奇的减肥效果？科学家们提出了几个机制来解释餐前饮水的减重威力。首先，水带来饱足感，帮助自动减少摄取。当我们空着肚子坐在餐桌前，往往食欲高涨，恨不得多吃2碗饭。但如果在开动之前先灌下一大杯水，胃里已经有东西占据空间，饥饿感自然没那么强烈。英国那项研究就测量到，饭前半小时喝500毫升水，可以让接下来正餐的进食量减少约 20% 左右，换算成热量大约少吃了60到70大卡。不要小看这区区几十大卡，积少成多，一天3餐下来就减少了至少200大卡的摄入，一周就是1400大卡，相当于少吃掉半斤脂肪，1个月就是将近1公斤的脂肪。更何况很多人饭前喝水后，感觉食欲被抑制住了，连带下午茶、零食也少吃了。有时候我们感到饿，其实是假饿，喝整身体轻度缺水，发出的信号被误解为饥饿，结果不喝水反而去吃东西。现在我们改在饭前先补水，真正的饥饿才能被分辨出来。人不会误把口渴当饥饿，就不容易摄取过多不必要的热量。同时，端起水杯慢慢啜饮，还能部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。很多时候，嘴馋并非真的身体需要，而是心理上想找点东西嚼，打发无聊。这时候，喝水既能让嘴巴有事做，也给胃部带来充实感，让我们不再一心惦记零食点心。可以说，一杯水不仅填充胃，更填补了我们那点想吃东西的念头，一举两得。其次，
喝水能启动代谢开关。当我们喝下一杯水，身体需要做2件事，一是将水加热到体温，二是将水分送达全身各处细胞。这2个过程都需要额外的能量支出，所以喝水后短时间内新陈代谢率会有所提高。有实验发现，500毫升的水下肚，人体的代谢率可以提升约 5% 左右。这种水釉发热效应能持续将近1小时。如果水是冰凉的，身体加热它所花的热量更多，代谢提升幅度还可能稍高一些。当然，中老年人肠胃敏感的话，不建议猛灌冰水，以免肠胃不适。虽然新陈代谢提高 5%， 听起来不多，但胜在简单无负担。它在我们坐着不动就能多燃烧一些卡路里，有何乐而不为呢？一天喝3次这样的水，就等于给身体多做了3次温和的小型有氧运动，长期累积下来，效果不容小觑。第三，水分充足，让脂肪燃烧更顺利。脂肪在体内的代谢分解其实离不开水。生物课本告诉我们，脂肪分解的第一步叫水解作用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需要水参与才能把脂肪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。专家指出，我们每消耗1克脂肪，大约需要9毫升的水来协助运送和代谢。如果身体缺水，脂肪分解的效率就会降低。此外，当我们长期处于轻度缺水状态时，身体的一些代谢分工也会受到影响。有专家指出，体内水分不足时，肾脏排泄废物的效率下降，部分代谢负担可能转嫁给肝脏，而肝脏原本肩负着脂肪代谢的重任，一旦分心去帮忙肾脏解毒，燃烧脂肪的效率自然难以全力以赴。虽然这作用不是立竿见影，但长期缺水的身体往往代谢迟缓，怎么会燃脂高效呢？反过来说，喝足水才能让各器官各司其职，共同辅助减肥。除了以上这些直接作用，餐前喝水还有间接的好处。比如说，当你决定饭前只喝白开水或无糖茶，自然而然会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取。许多人平时爱喝含糖饮料、奶茶、汽水，热量偷偷飙升还不自知。现在我们以白水替代那些饮料，每天轻松减掉好几百大卡的额外摄入。再比如，充分的水分让消化更顺畅，新陈代谢废物得以及时排出。中年人常见的便秘、肠胃蠕动慢等问题，很多都和喝水不足有关。当你开始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，可能会惊喜地发现上厕所变规律了，小腹不再胀满，人也感觉更轻盈，身体内环境改善了，燃脂效率也会更高。另外，充足的水分让血液循环更好，血液粘稠度降低，对于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人来说也是一大注意。或许有人要问了，市面上那些减肥瘦身针，俗称瘦瘦针，如今炒得火热，号称打了针可以让食欲降低，迅速瘦身。相比之下，喝水减肥会不会太温和，效果不明显呢？其实正是因为喝水的效果温和稳健，才适合长期实施，不会有副作用，减下的体重更不容易复胖。很多医师指出，使用减肥针的患者如果没有同步养成良好饮食习惯，停药后体重往往卷土重来。因此，不论用不用药，养成饭前饮水、控制饮食的习惯才是长久之计。我们不妨比较一下，瘦瘦针的原理通常是通过调节体内荷尔蒙，例如模仿肠道荷尔蒙 GLP-1 的作用，让你在吃东西时提早产生饱足感，或者减慢胃排空速度，于是食欲下降，摄取变少。听起来是不是和餐前喝水的效果异曲同工？没错，餐前喝500毫升水，物理性的撑大了胃壁，也会让人较快有饱感，而且水会稀释胃液，稍微降低食物消化吸收的速度，作用机理上颇有点天然瘦瘦针的味道。不同的是，注射减肥针需要花费高昂金钱，一支瘦瘦针价格动辄数千元，一个疗程下来耗费不菲，而白开水几乎不要钱，是任何人都负担得起的减肥利器。注射药物还可能有恶心、肠胃不适等副作用，而且一旦停药，食欲往往卷土重来，体重也容易反弹。反观喝水这件事，成本几乎为零，随手可得，你也不可能对白开水上瘾或产生依赖。一杯水填饱肚子的感觉是最天然的生理反应，长期坚持下来，
养成的是健康的饮食节奏和生活习惯，而非对某种药物的依赖。有些人注射瘦身针后食欲大减，体重短期内快速下降，但常伴随恶心不适，甚至出现脱水和肌肉流失。相比之下，喝水减肥属于自然调节，不会损耗肌肉，不会让你脸色蜡黄，也不用担心某天停药后报复性增肥。有人或许觉得打针瘦身见效快，但那往往是削减体重的速成班，速成的成果也可能速败。反之，喝水减肥是潜移默化、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身体有充裕的时间去适应体重的变化，皮肤不会一下子松弛垮掉，代谢也不会因过度节食而降低，减掉的是实实在在的脂肪而非水分肌肉，因此复胖率大大降低。说到这里，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案例吧。或许你会想，真的有人靠喝水瘦下很多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国外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案例，澳洲一位名叫布提娜的单亲妈妈，生完孩子后，体重一度高达135公斤。后来她下定决心减肥，采取的办法很朴素，大量喝水加每天规律健走。结果短短1年内，她竟然减掉了将近60公斤，从肥胖的将近140公斤瘦到不到80公斤，整个人脱胎换骨。布提娜分享说，喝水是她控制食欲的秘密武器。每当嘴馋想吃高热量零食时，她就先喝一大杯水，结果发现饥饿感消失大半，原本想吃的甜点零食也就轻易放下了。靠着水把胃口骗小了，她在正餐中自然而然吃的比以前少，但并没有感到痛苦。再配合一些日常步行运动，体重就像坐滑梯一样往下降。在台湾也有类似的例子，有一位55岁的女士，原本体重78公斤，多年来尝试各种减肥方法，效果都不好。后来她听从营养师建议，开始调整自己的喝水习惯，每天固定每小时喝一杯温开水，约100到200毫升，并搭配均衡饮食，不刻意挨饿，但也控制高油高糖的摄取。半年多时间下来，她的体重降到了61公斤，足足瘦了17公斤。更惊喜的是，过去每到下午3、4点，她总想找东西垫肚子的习惯也改掉了。因为养成了1小时喝1杯水的节奏，到了下午容易饿的时段，先喝水往往就不觉得饿了，避免了不知不觉摄入饼干点心。她的精力反而比以前更好了，脸上的气色也红润起来。一段时间后回去健康检查，原本有些超标的血压血脂指数都明显下降了，医生都对她的转变感到惊讶。国内医师也分享过类似案例，一位40多岁的科技业主管，因为肥胖导致高血压和第2型糖尿病，不得不天天服用多种降压、降糖药物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他在医生建议下，痛下决心，开始调整生活，少吃、勤喝水，每天步行，这3招一起上，短短3个月内，他竟然瘦了18公斤。最令人惊喜的是，体重下降后，他的血压、血糖恢复了正常范围。医生逐步为他减停了先前的药物。这位先生感叹，原来不靠药也能过日子，身体变轻了，精神也变好了。尽管他年纪略小于50，但他的经历充分证明，中年人减重对健康带来的复合收益有多么惊人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脂肪肝这些毛病，很多时候并不是治不好，而是卡在一个胖字上。只要体重下来了，3高指数自然会跟着下来，生命危险因子也大大降低。可能有人心中还有一些疑问，我们也一并来解答。有人担心饭前喝这么多水会不会冲淡胃酸，影响消化？其实大可不必忧虑，只要在正餐前约半小时喝水，大部分水分在你真正用餐时已离开胃部，不会干扰胃酸消化食物。而且健康人的胃会根据食物种类自动调节酸度，不至于因为一杯水就消化不良。除非你的肠胃机能本身很弱，那建议可以将饮水安排在饭前20分钟左右，并且水温偏温热，以助肠胃放松，如此反而有助于消化。也有人说，我体质容易水肿，喝水越多反而越肿。其实对于大多数没有肾脏、心脏重症的人而言，多喝水反而能减少水肿。因为当水分充足时，身体更乐意把多余的水排出。相反，喝水太少时，
身体反而会紧抓每滴水不放，导致水分滞留在组织间隙，形成水肿。而且喝水多还可以加速排出体内多余的钠盐，钠是导致水肿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严重的肾脏病或充血性心衰竭等，需要医生限制饮水量的特殊情况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类朋友应遵循专业医嘱，减肥方式也要咨询医师，而不能随意大量饮水。还有些人抱怨，我就是不爱喝白开水，怎么办？其实白水喝不惯，可以变换一些技巧，比如在水里加1-2片柠檬、黄瓜片，让水带有淡淡的清香与味道，或者泡一些花草茶、乌龙茶、决明子茶当作日常饮用的水。记住不要加糖。咖啡和茶本身有轻微利尿作用，但只要适量饮用，对总体水分摄取影响不大，也可以算在每天的补水之一部分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制作一些无糖的水果风味水，例如在水壶中加入几片水果和薄荷叶，冷藏浸泡数小时，增加饮水的乐趣。总之，只要避开糖分和过多的热量，任何你喜欢的无糖饮品都可以成为餐前补水的好选择。那如果总是忘记喝水怎么办呢？可以尝试给自己创造提示，比如每小时闹钟响时就喝1小杯，或者准备一个刻度水瓶，把一天的喝水量标示出来，按时间目标喝完。把喝水融入日常习惯后，就像我们刷牙洗脸一样，自然而然，不用特意提醒也不会忘记了。最后有人问饭前喝汤算不算？答案是清淡的汤也可以有类似效果。在很多饮食文化中，正餐前喝汤是一种传统，既能润滑肠胃，又能增加饱足感。比如中国人有饭前喝例汤的习惯，日本冲绳的老人喜欢饭前先来一碗味噌汤，搭配海带等高纤食材，他们普遍身材较匀称，健康长寿。这个习惯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呢。所以饭前喝碗蔬菜汤或者菌菇汤是可以的，但要注意汤里不要放太多油和盐，也不要喝得太饱，7-8分满即可。千万别一边喝大补炖汤，一边猛吃大鱼大肉，否则汤变成额外热量来源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。话说回来，喝水减肥也是讲究方法和技巧的，并不是说狂灌水就能瘦，乱喝反而可能对身体造成负担。以下是几个执行这个方法时要注意的要点。掌握好饮水时机和用量，最好是在饭前20到30分钟左右，把水慢慢喝下，一口气灌太快，不仅容易胀胃不适，还可能让身体来不及发出饱足信号。慢慢饮用可以给胃部伸展和大脑接受信号的时间，等开始吃饭时刚好觉得不那么饿。每次的量可以根据个人体型和舒适度来调整，一般建议300到500毫升左右。如果你刚开始觉得500毫升太多喝不下，也可以先从一杯水约250毫升开始，逐渐增加到2杯的量。选择白开水或不加糖的饮品，千万别拿含糖饮料或酒当饭前水，那样只会摄入更多热量，适得其反。最推荐的是温开水或常温白水。如果觉得白水没味道，难以下咽，可以泡杯淡茶、黑咖啡，不加糖奶，或在水中加1-2片柠檬片，增添风味。很多人喜欢饭前喝点热汤，其实也不错，但要注意，尽量是清淡的蔬菜汤或清汤，不要喝太浓油的汤，否则汤里本身的油脂热量就不少了。温水还是凉水，这个看个人喜好和身体状况。凉白开进入体内后，身体要多烧点热量去加热它，理论上减肥效果略好一些，但对于肠胃比较敏感或者平时胃寒的人，强迫自己喝很冰的水，反而可能引起不适，适得其反。其实水温对减重影响没有那么大，重点是你喝下去了就有帮助，所以温水、凉水都可以，选择自己容易执行的即可。如果喝温水能让你更舒服，更愿意持续，那就喝温的。如果你不怕冷水，喝凉水也未尝不可。切忌暴饮，总量适度。所谓多多益善，在喝水这件事上并不完全适用。一味狂灌，不但可能导致电解质失衡，俗称水中毒，对某些有心肾疾病的人来说更是危险。所以每日总饮水量还是要适度。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日总饮水量约为每公斤体重30毫升。例如体重50公斤的人每天至少1500毫升，70公斤的人约2100毫升。如果天气炎热，大量出汗或运动量大，
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。大部分成人1天2公升左右就够了，没有必要逼自己喝到1天4、5公升。简单判断自己喝得是否足够的方法，就是观察尿液颜色，淡黄色或接近无色，表示水分充足；颜色浓深发黄，则意味着该多喝水了。总之，循序渐进养成习惯，比短期内狂灌更有益。配合良好饮食习惯，饭前喝水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我们适度减少正餐饭量，但并不代表饭菜本身不重要。我们仍然要确保正餐营养均衡，不要因为喝了水就干脆不吃饭或只吃很少，长期摄食过少反而降低代谢。不妨采用营养师常推荐的211餐盘法则，其常一份餐盘中蔬菜占2，蛋白质占1，主食淀粉占1，这样既均衡又不会热量爆表。再搭配饭前喝水和细嚼慢咽，你会发现其实吃这些就够饱足了。此外，建议调整进食顺序，可以先喝汤或水开头，接着先吃蔬菜和蛋白质、肉类豆制品等，最后才吃主食淀粉。这种顺序能延缓血糖上升，增加饱足效果，也能让大脑有时间收到饱讯，避免不知不觉吃过量。睡前适当控水，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夜间频尿的困扰，如果睡前喝太多水，半夜起夜不仅麻烦，还会影响睡眠品质。因此建议睡前1到2小时内不要大量饮水，将一天的大部分饮水安排在白天，晚上适当减量。临睡前如果口渴，可以小口啜饮，几口解渴即可。睡眠对荷尔蒙与代谢的调节也很重要，千万别因小失大。善用晨起黄金时刻，早晨刚起床时身体处于缺水状态，这时先喝约300毫升温开水，可以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，稀释稍显粘稠的血液，帮助肠胃蠕动，启动代谢。中老年人在清晨补水，还有助于降低心血管意外的风险。喝完水休息10分钟再吃早餐，养成这个习惯会让你一整天的代谢都更顺畅。也许你会问，实际执行起来感觉如何？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小小的预演，看看从第1天到第12周，你的身体可能出现哪些变化。第1天，52岁的老王决定给自己定一个新习惯，每餐饭前半小时喝500毫升水。第1天下来，他的感受颇为新奇。早上起床后，老王先喝了一大杯温开水，顿时感觉胃里暖暖的。到了早餐时间，他按计划在开吃前20分钟又喝了将近2杯水。平时早餐他总是三明治加豆浆，今天吃到一半就觉得有点撑，好像没那么饿了，豆浆也喝不完了。中餐前，他同样灌下半瓶宝特瓶的白开水，结果午饭只吃了7分饱，下午也不怎么想加点心。临近晚餐时有点饿意，上桌前他又给自己倒满一大杯水喝掉。今晚的饭菜特别合胃口，他本以为会忍不住多添饭，但因为事先喝了水，吃完第1碗饭后就主动收了筷子。第1天结束时，老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他并没有强迫节食，可整天吃进肚子的东西却比往常少了一些，而且并没有感到太难受。晚上睡前，他照例只喝了小半杯水，心想明天再接再厉。第7天，1周下来，老王已经渐渐习惯了饭前灌水的节奏。起初几天，他偶尔觉得肚子撑撑的或跑厕所次数增加，但到了1周左右，身体适应了增加的水分，反而觉得整天口渴的感觉减少了，精神状态也有提升。每到饭点，他自动拿起水瓶，大口喝水，已经成为一种自然反应。这个周里，他明显感受到自己的食量在缩小。以前外食便当常常忍不住吃光光，现在饭菜吃到一半就觉得够了，经常剩下1/3打包回家。让他惊喜的是，他偷偷上秤发现体重居然下降了将近1公斤。虽然可能有一部分是体内水分平衡的变化，但这数字让他信心大增。更值得高兴的是，过去常困扰他的便秘情况有所好转，这周排便明显顺畅了。老王感觉整个人比之前轻快不少。第30天，到了1个月左右，老王的减重之路渐入佳境。此时体重比起初减少了大约3到4公斤，小肚腩明显缩水，原本紧绷的腰带现在可以松开一格。家人和同事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，称赞他气色变好，好像瘦了一点。老王心里乐滋滋的，
更加坚定要把餐前喝水长期做下去。他还发现一个意外的改善，过去下午容易犯困、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减轻了许多。也许是因为他现在改掉了喝含糖饮料的习惯，改以白水提神，血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吃甜食就飙升，随后掉下来，所以下午精力更加稳定。这个时间他每晚量血压，数值也比1个月前温和下降了些许。虽然医生说1个月的改变不会太剧烈，但能看到健康指标在朝好的方向走，老王觉得非常值得。第84天，不知不觉12周过去了，也就是将近3个月的时间，老王持续不断的在实践饭前喝水这个习惯，几乎每天都没有落下。现在这已融入他的生活，一到时间肚子饿，他就会先灌杯白开水，水到胃润，已成为饮食前奏。此时他的体重相比起初足足轻了8公斤左右，当初那件穿不下的西装如今重新合身，肚子缩小，脸上的圆润也消失不少。更令人鼓舞的是，他的健康报告有了重大改观，原本接近高标的血压降到了正常水平，之前边缘偏高的血糖现在空腹测试也回到了合格范围，连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下降了许多。医生直夸他这3个月努力有成效，等于把自己从代谢症候群的危险边缘拉了回来。老王自己也感觉精力旺盛了，以前爬2层楼就喘，如今连爬4层都不在话下。周遭朋友好奇他变瘦的秘方，他笑着分享说，没啥，就每次吃饭前喝2大杯白开水，久而久之，肥肉自己就掉了。这些朋友一开始还不信，觉得哪有这么简单，但看到老王的改变，他们也纷纷跃跃欲试起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老王3个月减重约8公斤，平均每周 0.6 公斤，属于相当健康的减重速度。中年人减肥本就应该稳步渐进，每周减 0.5 到1公斤已是不错的成果。循序渐进不但能让身体跟上变化，不易出现不适，也更容易长久维持不复胖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50岁后减肥并非没有门路，只是方法要跟着身体的变化调整。餐前喝水这个小小的习惯，正是顺应中年人体质而量身定做的减肥妙招。它温和简单，但却从多方面入手，帮助我们对抗肥胖。通过增加饱足感来让我们吃得少一点，通过提升代谢让我们多消耗一点，通过充足水分让脂肪更容易被燃烧利用，同时改善身体的水肿和代谢环境。一段时间坚持下来，你或许不会在1周内暴瘦个几公斤，但1-2个月后，体重曲线的下降是肉眼可见的，而且多半减掉的是真正顽固的脂肪。很多人发现每天规律喝水后，原本干涩的皮肤变得滋润有光泽，烦人的便秘减轻了，整天的精神状态也更稳定。更有甚者，充足的水分让血液循环通畅，对血压血脂都有正面影响，肾脏得到充分冲刷，肾结石和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，连关节都仿佛灵活了一点。因为关节滑液的分泌也离不开水的供应，毕竟减去体重的是负担，换回来的是健康。在铺天盖地的减肥方法中，往往最简单的办法才是最容易坚持、最有效长久的。也许1杯白开水就是你逆转体重命运的起点。俗话说，滴水穿石，只要持之以恒，点滴改变，终能带来令人惊叹的结果。现在就端起你面前的这杯水，为了轻松减肥和美好的未来，干了吧！